川普要去安抚俄罗斯，他说保证，尤其他的国防安全策略报告里面，不让北约再东扩，双手动作呀。我的武器你不用把它打扁啊，我只是要卖武器而已啊。那其他你欧洲自己负担。梅尔兹啊，他本人就是比较属于纳粹思想者，那他们非常有这种所谓的国家武力的这种想法，他想要做欧洲的第一大国，要有极强的军事武力。刚好碰到现在英国跟法国都不太管用，这是他成为欧洲霸主的一个机会，要接美国的空档。那接美国的空档，当然就要花钱。战云密布，尤其今天我们也会来关心到欧洲地区，2027战云正在逼近吗？好，来看到的是川普他现实，欧洲国家你要接手北约。让这个欧洲国家的军费也爆冲，还有征兵制现在回归了，欧洲全面武装吗？不可避免的战争进入倒数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次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是川普祭出的震撼弹，他说：限期你欧洲啊，2027年前你赶快全面接手北约大部分的传统防卫能力，这当中包含了情报、兵力部署跟飞弹的防御，告诉欧洲说你自立自强吧。美国呢不可以一直罩着你。那欧盟内部就出现了各种的声音哦，尤其外交圈抱怨说，川普的这个表态并不现实，而这个川普的表态也被视为是2战之后美国首次对于北约的合作进行了一个很根本性的大幅调整。哪一个国家首先开始动起来军事复活了吗？就是德国，他开始打头阵。德国的驻台代表他说，军费会拉到 GDP 的5%，5年德国的军事的预算也会翻倍。加码的同时，还有德国总理梅尔茨说了，2031年前德国打造欧洲最强的常规军，甚至要重新引入志愿役的制度。换句话说，从明年开始，德国18岁的青年都会收到体能跟意愿的调查，男性会被强制征兵，那么女性则是采自愿的制度。如果人数不足的话，就会重启这个强制的征兵制。这话一出来，德国的 Z 世代立刻他们一群的这个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了，他们就是拿着标语来做示威，说包括他们自己的家长也在示威，说你不能拿走我的儿子，和平才是力量。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为何不自己去上战场，要我们来上战场呢？17岁的抗议的这个示威的这位女子莎拉，她也说，我不愿意为任何国家而牺牲生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关注川普这一次限期欧盟的这个北约防卫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日期压在2027年？难道战争一触即发吗？欧洲准备好了吗？委员怎么看？2028年，川普要面对共和党的大选，所以一定要2027年拿到很多的欧洲的军事的订单。那2027年之前，欧洲要完备它的军火生产链，不可能，所以只能跟美国买。所以跟美国买，要求你增加军备，你要给我买武器，你现在今年明年就要给我下单啦，这个我才帮他铺成生产线。那我的军火工业，蒸蒸日上。我到2027年截止之前，我不知道收到多少钱啊？比如说5% 的 GDP， 不少就这个德国来讲，一年大概有将近4兆美金。那5%，这个就是这个好几百亿啦啊，可以收得到了。一年好几百亿，你看连续收到2027啊，这个是他的算盘。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要去安抚这个俄罗斯，他说保证，尤其他的国防安全策略报告里面，不让北约再东扩啊。你看双手动作呀，我的武器你不用把它打扁啊，我只是要卖武器而已啊。那其他你欧洲自己负担。那这个梅尔兹啊，他本人就是比较属于纳粹思想者，因为他爸爸是纳粹，他的祖父也是纳粹，他一家2代都是纳粹。那他们非常有这种所谓的国家武力的这种想法，他想要做欧洲的第一大国，要有极强的军事武力。刚好碰到现在英国跟法国都不太管用，那不太管用，这是他成为欧洲霸主的一个机会，要接美国的空档。那接美国的空档，当然就要花钱，所以这个德国代表说，我们要把军费拉到 GDP 5%，当然一下拉不到，不晓得你要花什么，除了跟美国买武器以外，美国不一定做得出来。所以这整个来讲，他说我要多少军人，我多少武器，我要多少的军事部署啊，不管情报啦，或者这个
水面战舰啊、潜水艇啊，甚至于飞机啊等等，跟谁买？跟美国买。所以大概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底下那你说会战争吗？不会了吧，因为你限制了欧洲不能东扩，北约不能东扩，怎么可能发生战争？俄罗斯也没有那个体量可以来占领欧洲啊，也不可能。那你凭西德现在的能量，也没有办法占领俄罗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当时希特勒是怎么算说俄罗斯一年的 GDP 大概只是德国的1/5，我打他是理所当然，就一打了以后发现他的 GDP 不是德国的1/5，是德国的2/3，那你就打输了，因为你另外的很多力量发在西欧吧所以整体来讲这个德国是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核子弹还是守在美国人手上，他还不准欧洲去发展核子武器，那英国、法国那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他那个核武器都已经很落伍了。上一次在训练平台，法国还很丢脸嘛，发射不出去。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算盘，我们要回归到 America First， 我美国要赚钱。好，川普为了2028选举考量要卖武器给欧洲国家，所以要欧洲现在自立自强。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德国率先起了一个头那刚刚委员也提到了这2个不怎么管用的英国跟法国，等一下他有什么战略，我们也一起来看。先看到德国，就这个军人现役18万人，他说2031年要增加到24万人，并且呢装备全面升级不管是从坦克战机啊，还有它的舰艇等等，要成为欧洲最大的军力中心。法国要重新定义它的印太战略通过了7年建军法案，直接点名要在南海、台海这边自由航行，明确把印太列为国家军事利益的核心。英国则是呢，在它的这个高科技武力上面要做转型，国防开支拉到 GDP 的2.4%。虽然它的陆军只有14万人，但是现在看起了海空军现代化的速度，还有2艘航母仍然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战略价值的。其他国家来看到波兰，它现在是目前冲最快的一个陆军的一个巨兽，国防预算现在也是最多，全欧洲最高，高达4.12%，占 GDP 的占比，兵力也会一口气扩张到50万。那么采购的这些武器系统也已经列出来了，目标成为东欧最强陆军。整体来看到欧洲总共是投入了10亿欧元，换算新台币300多亿，要做跨国的海空军研发。但是欧洲确实虽然说目标明确，但是要追上这个军力排名，其实还是远远不及的。尤其来看到最新报告，2025全球火力排名1到5名，其中3名美国、俄罗斯、中国占前面，英国只排到第6，法国更是只有第9，德国第11名。欧洲现在也在备战吗？县长怎么看？欧洲的确在备战啊。那如果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状况的话，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波兰。那波兰它当然就是唇亡齿寒啊，而且它眼见着这个乌克兰是如何的被这些列强给抛弃的，所以他想要积极的建军。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一节讨论无人机的部分，我们看他买的，无论是海马斯或者是主战车的部分，其实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个瑞典啊，它现在建立了2000公里的这一个长程飞弹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要争取现在俄罗斯要的这一个战略纵深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俄罗斯它追求战略纵深，其实是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啊。那有关于德国的部分加起来，他们这样的一个整军经武，其实就是安全困境。他们觉得，也就是他们现在这样为难俄罗斯，那俄罗斯打完俄乌之后会针对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要因应未来的可能威胁，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不断整军经武啊。其实最后呢，我们这样讲啊，对外军购啊，只会消耗预算，没有办法增加国内就业。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点名的这些国家，我们就等着看2年之内它会不会倒台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国内它实际上来讲，社会的这一个经济状况不断的萧条啊，那但是呢，钱通通都在建军。那至于法国比较特别，法国它都重新定义这个印太战略，我们大家都忘记了，法国其实在南太平洋它是有
话语权的，也就是我们看到从所罗门群岛以东，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新克里多尼亚，还有这个瓦利斯群岛以及富国纳群岛这个部分，还有法属的波利尼西亚。虽然它现在因为这几个地方，它称之为叫做法国海外集体，也就是它的一个接受法国统治的状况其实并不相同。那但是法国不断的强调，也就是它在太平洋是有话语权的，所以我们讲到它为什么不断的到中国到访，其实它是有其他的想法的。好，欧洲已经积极在备战了，这个是政府层面，但是社会内部，刚刚舰长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社会的经济萧条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年轻人他们也不想打仗啊，过得这么好，干嘛打仗呢？德国的这些 Z 世代走上街头，接下来怎么办？杨老师，就是俄乌战争使得德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领袖就担心说，战争结束之后，俄罗斯可能就有能力去攻打北约国家了，然后再加上美国又开始准备做战略收缩，是不是对北约的这种安全承诺会没有办法兑现？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这个强大起来。但我觉得这种是面对战争，就是说在俄乌战争之后一种正常反应哈，但并不切实际。因为在1996年，法国就废掉了征兵制，德国是在2011年废掉了征兵制，大部分的西欧国家都已经没有征兵制了。那瑞士是有征兵，可是他们的征兵，就算有这个过去的征兵，大概做10个月到1年的这个征兵，跟我们台湾这个很像啊。那然后呢，现在德国已有18万2千人，他是希望到2035年来到26万人，所以他就要一个规定说，希望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这些德国男性都开始要当兵。那这样的话，1年可以有30万人，那兵力就够了。那但是给多少钱？2500欧元。和台币现在大概是9万台币，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俄乌战争，我们持续要来关心到是普丁这回震怒的亮剑，他也正式的对欧洲做出了警告。他说，一旦开战将会迅速的结束。另外一方面，根据了解，英法现在密谋帮助乌克兰来做他的核弹吗？这个背后的阴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密。赶快来看到这个俄乌和谈的最新进度到哪里了呢？川普说的，美方特使跟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会谈，他说，还算可以啦，但是呢，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未来路径仍然是不明朗的。大家在看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美方的态度还是这么样的暧昧呢？我们来看到，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前线在外交上面是这个很不定的，但是在前线的打仗则是打得越来越猛。俄罗斯已经宣布了正式的控制住重要的乌克兰的重镇红军城。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更多的逃兵，接近是30万人，民众宁愿割地也要换来和平。那乌克兰则是针对了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狂轰包括他的影子舰队的油轮。那这个时候，普丁也罕见震怒，发出的强烈警告，会彻底切断乌克兰它通往海洋的所有的道路，等于要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敖德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大目标？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继续去打敖德萨是100%。我们现在看这个影子舰队被袭击的地方在哪里？就在黑海。那袭击影子舰队的无人艇从哪里出来？就是从敖德萨出来，这是第一个，我们眼前就看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就去打所谓的这种敖德萨，那时候目标就指向敖德萨哈，尤其是敖德萨前面有个岛叫蛇岛，我想这场战争如果关心俄乌战争的都还记得。那第三个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当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普京那时候所提的条件就是说，叫乌军全部退出顿巴斯，虽然说还没打到那边，你全部要退出，那你如果全部退出，我可以答应你不继续打这个赫尔松。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地图，赫尔松在过去就哪里？就是敖德萨。那为什么敖德萨对俄罗斯这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从这个俄乌战争期间哈，我们看到从敖德萨这个港口出来的，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用这个无人艇哈，这个攻击了这个俄军在黑海。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包括旗舰都是在这边被击沉的，包括克里米亚大桥在这边都是被攻击过好几次。
那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俄军来讲不能够控制住敖德萨来讲的话，对他黑海舰队是一个很大一个威胁。那他为了维持他在黑海舰队的海权哦，他必须要将这个地方彻底消除黑海舰队的这种后患。所以我认为说是，当然现在来讲，如果说是28点的和平协议，目前双方还在谈判之中。但是我们听到就在昨天谈判结束之后，双方还在说这个虽然说是富有成效，但是极其艰难。那问题是关键就卡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就泽伦斯基来讲，他不愿意当一个投降的总统，但是就普京来讲，他整个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护他这个整个俄罗斯的安全吗？那为了维持俄罗斯的安全他当然第一个是北约不可以加入乌克兰，但是在海权方面，大家不要忽略了，黑海是这个俄罗斯这个海上南边的海上交通线，非常重要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来讲有2个关键，一个是克里米亚，你看克里米亚这个岛在黑海中间，就像是一颗心脏在黑海的中间。那另外，如果说是克里米亚遭受到威胁，不就是敖德萨吗？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是普京不是吃素的虽然说你看到他现在谈判条件没有提到敖德萨，但是我个人来讲，如果说从地缘战略，从他们自己安全的理念来看，为了维持他在黑海的这个海权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拿下敖德萨。那第二个来讲，拿下敖德萨之后，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来讲，将你打成一个内陆国，更可以消耗你的国力。好，这个是普丁目前他针对乌克兰的战略方向。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普丁对于这个欧洲现在看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他最近也做出了针对欧洲做出的警告。他说跟欧洲说我们不打算跟你们作战，但是如果你们想打俄罗斯，我们准备好了，战争会迅速的结束。那这一回听到这些话，现在欧洲也很紧张了，因为他们的实战经验是0，那么俄罗斯则是已经打战打了10年以上，克里米亚、叙利亚战争一直到乌克兰战争都是这种职业的军队在打的。普丁这个时候语气非常的强到底还藏了哪一些底牌？委员怎么看？欧洲加美国如果要论军队的人数，很抱歉都输俄罗斯。但是如果要用战机，只有美国才有。美国要不要下场？欧洲的战机平常讲跟俄罗斯战机比是没得比啊，因为主要是在数量差太多。还有弹药，整个欧洲的弹药加美国弹药都不如俄罗斯啊。那作战经验就更不用讲，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全世界作战经验最丰富了，而且开启了最现代的作战的战术跟战略尤其是无人机改变了，新科技改变了，这个俄罗斯都被迫应战也学会了所以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陆军，这一点不用怀疑。那空军这个他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但是他有导弹，我不认为欧洲谈得到便宜。他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欧洲要下场的话，战争会迅速的结束。这里面有2个含义，你欧洲下场就让我有动用核子武器的理由第二个，那更让我有打无差别战争的理由。什么叫无差别战争？就是把整个城市烧掉就像是美国当时在打东京大轰炸的时候，东京一个晚上死20万人，几乎就是比广岛跟长城死的人数还多。长崎死的人数还多。那你要跟他玩这个游戏，他就是就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要下场，就针对德国来的。法国没有这么讲，英国也没这么讲，是针对德国来的。那德国如果下场的话，将是会一场德国的浩劫。为什么？因为从普丁的立场来讲，对任何国家动用核子武器都有道德跟法律上的问题。然后对德国进行攻击核子武器，直接把德国铲除掉，符合什么？符合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谁提了？中国提了。所以你德国自己不长眼睛，那个他的什么梅尔兹还有国防部长还讲到呛下，你跟别人呛下都可以，你跟俄罗斯呛下就找死2个字。为什么？他有国际法合法性，可以彻底消灭德国。你美国还不敢吭声你美国要下场吗？你要北约要结在一起死吗？我看其他国家不敢。所以他敢放狠话，因为他有底气，他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核子武器库，而且有全世界数1数2的这个轰炸平台。不要讲别的，
它的波塞冬核子鱼雷到了你汉堡港，你汉堡港还活着吗？不可能活着的嘛。然后它的白天鹅轰炸机飞到你柏林上空，它的导弹到你柏林上空多久？12分钟。你挡都挡不住啊！哦，它的榛果树大家看到了嘛？你根本没办法拦截。所以你要不要试？榛果树是可以装核子武器的哦。对，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用核子武器攻击德国，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哦，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敌国条款。就怪那个习近平没事干，就是教会普丁用这一招。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好，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于普丁哦，他对于欧洲国家的警告，手握核子武器。那其实现在呢，也有一个传出的消息是说，网络巨头这一家是金达康，他传出说，也有几个欧洲国家是不是现在正在帮乌克兰打造核武呢？他说这2个国家分别是英国跟法国，而且他还说，美国其实是全程知情的，但是故意拖延谈判，乌克兰甚至已经准备要来试爆他的核弹了。那另外也有一个物理学家，这个是都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家也补刀说，乌克兰确实他现在保有数百公斤这种核武级的浓缩铀，有没有可能真的英法真的在按住乌克兰？可信度，赖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核讹诈，是一个姿态啊。乌克兰确实拥有核武的制造能力啊，其实它也不需要这个英法的按住。因为过去在苏维埃的分工的情形下，乌东地区事实上就是俄国的这个核导弹的发展区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辽宁号航母啊，或是欧洲铁牛的这种2栖登陆舰啊，就是我们讲的气垫船啊，还有就是大的这个航空器的引擎发动机，另外还有就是洲际的弹道导弹、中程导弹都是在乌东地区建造。也就是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核武最大的一个区域，而且最早的时候，俄罗斯在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原来跟苏维埃它是同一个国家，它都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所以事实上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核弹。那是在这个分裂以后做了一个交易，说克里米亚半岛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这个乌克兰联邦，然后换得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核武交还给俄罗斯，有一部分给美国去销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事实上，乌克兰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确实是有的不需要英法的按住。我想这是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呢，英法你要到哪里去试爆？在乌克兰的地方试爆没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然后你要用电脑模拟来试爆吗？这个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讹诈，在警告威胁这个俄罗斯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会有缺点。第一个就是，如果被证实说真的是英法有在按住，那英法等于是公然直接违反了这个核不扩散原则。这个对英法在国际上要被制裁的。对这个是站不住，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它会构成俄国用核弹去消灭攻击法国跟英国的战略城市的一个正当性。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乌克兰有这个企图在暗中的在研发制造的话，那就刚好给俄国一个最好的正当性跟理由，直接用核武扑灭于你还没制造之前。那也就是说，你还没做出来之前，我就用核武把你炸了，一劳永逸嘛。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核战在欧洲的发生，一个经过核弹蹂躏的乌克兰，谁还要？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了。对，因为脏得不得了，毒得不得了，就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传言，这也是一种心理战而已，一种诈术。那基本上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川普当选了，那全球都在关注的俄乌战场会不会还来不及结束，就演变成世界级的核战场？最新消息传出来，如果川普敢取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话，那泽伦斯基说他就要对俄罗斯来动用核武。他现在也懂得什么叫做核讹诈了吗？川普要派和平大使去了，会不会根本就是笑里藏刀呢？好，我们先来看到是乌克兰最新公布的报告，他说如果你美国取消了我的军援，那乌克兰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对俄罗斯来动用所谓的核武哦。那乌克兰真的有核武吗？现在他们说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核武呢？类似当年美国对长崎用的这个原爆的
胖子原子弹技术，要来用布来制作核武。好，长得就像这个样子，圆圆的一颗，英文叫它 Fat Man。真的有可能吗？这个胖子原子弹真的能够用吗？说现在如果乌克兰动用这个核弹的话，就能够摧毁整个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呀，或是它的工业，甚至是它的后勤设施。哇，听起来这个核战场要登场了吗？我想先跟委员一起来看，有可能吗？其实不只是乌克兰呐，普丁早要讲过很多次了，他也做过好多次的那个核武测试。问题是说，现在泽伦斯基要把这招学下来了吗？他说他也要动用核武嘞。对照一下这个川普的长子小川普，他之前就说了嘛，38天后马上泽伦斯基你就会失去军援了。所以委员你怎么来看这一次乌克兰的这个核武的这个威胁对象，是不是恐怕不止普丁，可能背后也在威胁的是川普？经常我们男人之间在喝酒的话，有一句话就是说讲屁话不缴税，你尽管讲不会课税，这个叫讲屁话。过去大家一直有个错觉，哎呀，以前乌克兰有好多核武器，这个核武器后来在布达佩斯备忘录里面被取消，所有的核武器就运回这个俄罗斯，然后原来的地方呢，美国大家给他一些钱，让他去处理这个后续的处理哈，所以他印象中觉得，哎呀，乌克兰核武器啦，那个叫讲干话。怎么说叫乌克兰讲干话？乌克兰从来就没有核武器，它只有核子飞弹的发射地点。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核武器的发射密码全部在莫斯科。乌克兰一条密码都没有。第二个，所有的核设施的提炼设备全部在俄罗斯，没有一个核设施的提炼设备在乌克兰。第三个，所有的核弹的研究单位全部在莫斯科，没有任何一个在基辅或乌克兰。那只有什么？只有说那种井喷式的、喷井式的核弹设备啊，为了比较靠近欧洲，所以这种中程跟远程导弹摆在乌克兰。也就是说，美国要打先打乌克兰。所以只是借你的场地在发射。举个例子，我们台湾不是动不动就是说，哎呀，这个解放军要来的时候，我有什么飞弹什么飞弹，我就摆到恒春给大家看，我往南打。那请问一下，恒春那边有研究这个飞弹的基地吗？有制造这个飞弹的地点吗？恒春你不要误解了吧？对，所以乌克兰就是这种角色。再来，当时在苏联也有个小心思，所有玩这套游戏的人，全部是讲俄罗斯语的俄语族的乌克兰人为主，没有讲这个乌克兰语的这个乌克兰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俄罗斯人的小心思嘛。我当时把这个乌东的土地并进去这个乌西，让你成为一个乌克兰。其实政治上的用意是要用乌东来钳制乌西的人，因为乌西人信天主教比较亲西方，而且以前跟纳粹混在一起。那乌东的人一定是比较亲这个俄罗斯，因为自己人语言文化相同。就没想到后来苏联瓦解了以后，乌西人掌权，就开始嚣张起来，用纳粹那一套想要统治，要欺负俄语族的乌克兰人。他忘了他的娘家很强大，所以现在挨揍了吧？所以有这么一个背景。那现在这个所谓的自古道，我们可以护着你弄啊。我说我可以用最简单的胖子叫 Fat Man，就是应该是丢在广岛的那一颗，那个用布做的，你连个提炼设备都没有，你那个布的原料都没有，你哪里来？你什么都没有啊。那个不要讲别人伊朗提炼多久都提炼不出来。你有提炼设备吗？你有钱买提炼设备吗？你知道提炼多贵吗？乌克兰也不想想看那个谁啊，那个伊朗花多少钱？伊朗还是产油国家你乌克兰是什么国家？现在哪有钱？那打成这个样子的，乌克兰只是卖玉米、卖大豆，能够有钱去买这个东西吗？还是美国给你？还是谁给你啊？我说的难听一点，连德国都没有。这一套设备是德国自己做的西门子的提炼设备，就德国自己都没有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叫讲干的话让人家误以为乌克兰以前的核子武器核子设施乌克兰还讲谎话，就说哎呦，我当时要是不签了贝达佩斯备忘录然后我就有核子武器，我就可以反击。你有密码吗？好，你有密码吗？对，你有发动设施吗？是，你通通没有那个都是在谁手上？
在叶尔钦手上哦，好，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用，而且你还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去打扫，你有钱吗？你也没有。所以我是觉得乌克兰从头到尾，我不想贬义他跟学泽连斯基学得很像，要演戏给大家看，你演啊。讲这种干话没有用的啦。好，所以感觉上这个泽伦斯基真的叫说大话。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如果以实力来看呢？当然啦，我们看一下嘛。现在说这个报告出来说做胖子原子弹，但它能跟俄罗斯比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 Feynman 到底有多厉害呢？以目前来规划的话，算的话，它的威力相当于2.1万吨的 TNT 炸弹。好 ，TNT 就是现在通用型的炸弹，它是黄色外观的。但是你对比一下俄罗斯人家的威力有多强？俄罗斯曾经成功试爆过人类史上威力最强的这个叫氢弹，叫做什么沙皇炸弹，它的威力有多大？1亿吨的 TNT。好，当时他试爆的时候，想说很怕啦，因为怕造成那个大家的外交危机，所以他当时试爆的时候威力还减半哦，只用了5000万吨的 TNT 这样的一个威力。你去对比一下那个2.1万吨的这个乌克兰现在如果要用的胖子原子弹啊，哇，差了2300倍。我想问一下汉庭，你说你现在拿这个2战等级的核弹去对比这个俄罗斯现在有的氢弹沙皇炸弹，你觉得这能比吗？乌克兰能够打得赢人家吗？对，这个不太需要比啊。第一个是客观的数字很明显，第二个呢就是乌克兰根本就造不出来。你不要去拿一个虚构的问题来去做类比，就好像我们不会去问说，如果有一天王定宇瘦的跟刘德华一样，那他到底跟刘德华比谁有竞争力？哎呦，不太这个前提就不存在嘛，就不可能。这个差距稍微大了，这就没什么好比的。提这个问题都觉得很多余。那我们还是分析一下，就这个乌克兰的智库CACDS， 就它本来是本土智库嘛，那它除了分析纯粹的战事，也会给乌克兰政府相当的建议。但是呢，它就受到很强大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为它当然是政府的支持是政府的资金。第二个呢，在战争的情境当中它其实就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跟一些主观的期盼，它就超脱了一些纯粹客观上的分析的状况，它就很容易忽视一些潜在的挑战或者是失败。比如说，在过去以来呢 ，CACDS 它就预测乌克兰在2023年反攻会取得重大进展。那现在我们都知道并没有这回事情。那过去呢，他也曾经评估过，随着西方支持的增加，乌克兰可以在短期之内就能够达到和平协议。2023年的报告，但是当然到现在也没有实现。或者呢，他过去也预估分析乌克兰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优势。那事实上，随着俄军的它的逐步的适应，而且改进了它的作战方式，这所谓的优势也不复存在。所以这都表明了这个智库的相关的评估其实都过于的乐观站在自己乌克兰的这个本国本位主义。那么事实上呢，这所谓的要搞核弹，第一个呢，就它的核材料提取，如同委员所说的，根本没有这个实力，需要高度专业的技术啦、环境啦、设备啦。那乌克兰呢，早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就它的这些人才啦，或者是设备啦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就本来也就没有这些东西。你说过去在这个苏联时期，曾经还有一些技术或者人员，苏联解体之后，这些人也全部都跑光了。或者是弹道飞弹的技术呢，包含什么导引系统啦、发动系统啦，这跟这个材料科学啦，就虽然可能几十年前还有一点遗绪，还有一点经验，但是这么长的时间，通通都没有了。那更关键的，如果你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制造研发真的搞出来的话，没有钱呢。现在乌克兰完全没有钱，穷到都脱裤子了。那怎么可能去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做这件事呢？那国际也不会给你钱去搞这个所谓的核子武器。而且他这所谓搞核子武器的前提就是，如果美国不给我钱，我就搞核子武器。那美国都不给你钱了，你哪来的钱去搞核子武器呢？而且，即便真的有了的话只会造成美国跟俄罗斯更加的不爽跟不满，甚至会引起更大的报复。实际上，当这个智库出来之后，那其实真正你说对美国也好，对俄罗斯来说，才不会去信你这篇核诈，因为实际上都知道你就是在做空头生意。
好，的确哦，这个东西绝对出来是全世界谴责的。那其实延续刚才汉庭讲的时间，到底有没有可能足够呢？他现在说几个月内嘛，我想问一下副主委了，几个月内有办法吗？我们带你来看现在乌克兰本身的设施有什么。好，在当地它有9座运行中的反应炉，那它可以用来制造这个核弹的这个原料布，大概是7吨。他说算一算，大概是数百枚的弹头啦。那6个月内制造出1000公里远程弹道飞弹的能力，到底有没有？你怎么来看？有办法吗？你说现在从这个核电厂的燃料棒当中去提取这个布啊，就能做核弹啊？几个月内就能做出来？那台湾是不是也可以比照了？来，副主任怎么看？其实它这是明显一个假议题哈，因为我们这个补充一下，前面2位来宾都提到哈，那事实上哈，我们讲到这个核就是我们应该讲说原子武器的原料了。回想人类第一次这个就是使用原子武器哈。第一颗的就是投在广岛叫小男孩，然后投在这个长崎的叫大胖子。那第一颗它是铀弹，第2颗是布弹。那我这里小小分享一个它不能算有趣，它是一个悲惨的一个历史经验哈。因为那时候美国其实第2颗这个布弹投到长崎之前呢，他们在起飞之前 B-29起飞之前，他们发现那个布弹的那个电路设施是有问题的。他们当场还这个为了要这个就是情急之下，就还是叫那个工程师就直接再把那些电路把它接好。后来就是在且战且走的情况之下呢，就还是投下了这个第2颗布弹，第2颗这个原子弹，然后是就是这个大胖小男孩就是布所做的这个原料所做的这个原子武器。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讨论的观点是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汉庭议员刚才提到。那时候其实连美国的情况，他也是吓唬日本的，他的原料是不够的，但是没想到第2颗达到成效，日本投降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当然回到一个历史，回到一个现在，看起来似乎好像是这个一个描述，但其实它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事实。那至于说乌克兰它有没有，我其实刚开始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我还想说是不是乌克兰他自己。在原地做一颗这个布弹，然后让这个后面人接受，他自己引爆。因为这边提到说1000公里的弹道射程，这个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啊。就是说，以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情况，但我们刚才但蔡委也有提到这个布达佩斯啊这个协议哈，这个其实我们谈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也不禁让我想起，其实也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啊，其实当初布达佩斯协议它之所以会签订。主要就是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乌克兰他借由这个协定对西方世界宣告他希望能够加入北约的一个诚意，就是说他放弃这个，就是说在前苏联时期的核武器。所以我在想，他为什么最近去提这个事情，也是让大家唤醒，就是其实这个俄乌战争它之所以刚开始爆发，也是因为这个北约的问题。那我最后提到就是说，那台湾能不能做出来？就像我一开始所讲到，它就是一个假议题。我可以这样讲哈，如果台湾有人这个突发奇想啊，要去做这个事情，它可以说是比宣布法理台独还要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提到就是这个毛泽东主席这个讲过一句话，说原子弹是吓唬这个胆子小的人啊，他只是国际上战略，因为其实也有人这样子探讨啊，这个这个原子弹发明以后，原子武器发明以后，事实上对世界的和平似乎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就使用过一次，之后就没有使用过。好，观众朋友，再回到环球大战线的节目现场，这一节呢，我们来谈这个俄乌的议题哦。当我们看到，当泽伦斯基跟普丁已经有这些取得进展，事情正貌似往好的情况发展的时候呢，现在又传出了两军在另一个战线，叫做别尔哥罗德这个地方另辟了战场，现在打得如火如荼啊，甚至传出泽伦斯基他私底下演拟了一套。玉石俱焚的末日核武攻击计划，这个想法有多疯狂？待会我们来一一告诉你。好，本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跟普丁是同步宣布说，双方先达成了在黑海要达成停火以及不能攻击能源设施的协议。这些事情看起来不错啊，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嘛。但是呢，乌克兰这个总统办公室的前顾问这一位阿列斯托维奇他却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爆料。他说，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竟然定制了2套末日核武方案。我们带你来看有多夸张。方案 A 说呢，乌克兰要摧毁扎波罗热在内的4座核电厂，还有继续用飞弹来攻击俄罗斯11座的核电厂。这代表着什么？就是拉前苏联整个体系，大家一起来当这个核能的这个不能说炼狱啦，但是这种
核弹一旦爆发，那个地方会变得有多可怕？我相信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大家都能想象到。好，这个事情已经比我觉得电影小说还要夸张了。另一个方案 B 呢，是制造所谓的这个 dirty bomb 脏弹，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惨无人道，不讲武德，用这个东西来威胁俄罗斯。好，干哥，这位阿列斯托维奇前幕僚，他现在是要当小说家了吗？พู出这么夸张的，我觉得电影跟小说都不敢这么拍，你怎么看？没有，其实他是阿列斯托维奇，他是转述说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诺夫布达诺夫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长，布达诺夫说，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就有2个方案是这样子。那这2个方案呢，你不要以为泽伦斯基不敢用，如果他还是总统，他就有一天真的会用。就算泽伦斯基不在，换了别人的话，乌克兰还是要做。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不如我们的意的话，这个最终我们不同意这个计划而招致战败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自己境内的的核电厂扎波罗热，因为现在已经被你占了嘛，被你俄罗斯占了嘛，对不对？其中4座核电厂，我们就把它打掉然后呢，还有另外11座不一定是核电厂的核能设施在俄罗斯境内的。我们的苏凯24战机可以有办法把它打掉，不然我们就用 ATACMS 去打掉，那是真的有计划的这是第一个，你看起来就已经真的觉得说摧毁己方的核设施，对跟你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就对了啦。整个全苏联就已经全部都核掉了。对，你如果说和平了，你要这样子做的话，对，那就变成梭哈了，对不对？可是那个毕竟那个是核电厂，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说我们是丢原子弹，完全不一样，那个意义跟样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第2个方案就是丢脏弹，因为我手上没有核子弹啊，对，我在1985年开了那个会议之后，通通都还给了俄罗斯了嘛，对不对？就是当时苏联解体的时候，都还给，是美国介入的嘛，所以我还给你。现在我没有东西啊，可是我告诉你，我有办法制造脏弹 ，dirty bomb，dirty bomb 只要用少量的钚元素跟铀元素就可以做出来的。所谓的 dirty bomb 就是说，我们今天用战斗轰炸机突穿俄罗斯的领空，丢下去1枚。我跟你讲，那个 dirty bomb 它虽然说它不能够像原子弹爆炸那么大，但是它在这个差不多3天之内，它就可以飘到柏林了，差不多几公里，1000公里，是飘到柏林，你看柏林怎么办然后7天之内飘到巴黎你看巴黎怎么办？拉着整个欧洲一起下去。那我讲的是可以飘到那些地方的，叫做辐射层叫做辐射层，蕈状云可以偏到那边去。那你飘到那边去之后，那你那边人要怎么活？今天不是说你针对你乌克兰你战败的时候，你让所有的欧盟当年帮你的人，大家拖来一起干嘛？一起死吗？对不对？这个不是脏弹，不是这样用的。你说攻击对方的核设施，老实讲一句，也是一种很不道德的做法。为什么？就像311地震，311地震的时候，核设施受损，但它不像东京，它不像不是广岛被丢原子弹那个样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乌克兰这个同归于尽计划，我讲一句实在的，那是不可行的。但是这时候又有人看了以后，叫英国的一个退役海军将领，他说不用怕，我们英国有3叉戟飞弹，我们可以摧毁俄罗斯40个城市。我说你想想看呢，俄罗斯自己有伊斯坎德飞弹，有各种先进的这个长城飞弹，俄罗斯的核子潜艇还会比你英国少吗？所以拜托不要去妄想核子战争，那都是不可想象，那个都是一定是造成人类毁灭的东西。所以拜托乌克兰，你回到现实面来吧。确实像干哥讲了，这个末日核武计划真的是太魔幻了。我们还是先把重点拉回到现实层面的战场上。我们来谈谈最近乌军近期呢，他们从库斯克撤下来之后呢，现在把部队转移到了另一个战线，叫做别尔哥罗德来做进攻。美国的智库战舰研究所就透过卫星图来比对认为这个乌军现在所占领的这个新占领区现在也达到了150平方公里了，甚至有网络传闻说呢，俄罗斯军队北方集团的司令一位拉平将军可能在当地已经阵亡了。
好，从库斯克的首府到别尔哥罗德的首府，其实也不算太远哦，这个公路距离也就是147公里而已。好，乌军突然发难，另辟战线。那现在是莫斯科来不及调兵，还是说普丁本来就有料到，先故意请军入瓮，等你们深入后再一举歼灭？这个战争心理学当中有什么门道？我们请张老师帮观众朋友分析。基本上来讲啊，这些所有攻略的行动是属于叫做袭扰，那个是就是说皮肉伤啦，或者说是让你感觉不太痛快，但是呢，真的是不会伤筋动骨。尤其啊，就是说从库斯克将部队拉出来，然后再重新投入到比尔格罗德。比尔格罗德那个地方啊，并非啊就是攻者所必取啊，守者所必固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什么战略要域，你把它摆在那边。所以你问说，他这个俄军什么时候要有反应？需要时再说，行有余力再说，准备完成才会去做。但是呢，现在很多的东西啊，其实都是一个姿态，就跟刚才我们这边前面讲的，说是这个放姿态要对这个核电厂要扔脏弹是如何。但其实为什么现在西欧老神在，没有像当年车诺比尔电厂那个核灾变之后那么可怕？因为大家知道，真正你用核弹去攻击，那个就是它的主体啊，真正核泄漏的这个让玉石俱焚这个池鱼之殃的几率是相对较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呢，大家都在那边拼命放狠话，但是呢，大家心中都知道，事实上也不会这个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到了现在你会发现这个话说的多，但是事做的少。这个也就是和平确实还是有点希望的。好，不过这样的战线发展我们看到一个担忧就是，好，川普前一阵子进行完跟普丁的双普会之后，双方好不容易促成了俄乌第一阶段停火嘛。结果你泽伦斯基现在的兵从库斯克被打跑之后，转头跑去闹这个别尔哥罗德，这算不算是对盟友川普的一个打脸呢？那之后这样，普丁看到你出尔反尔，我还要继续跟你谈吗？那美欧对于泽伦斯基又会采取什么样的举动？是继续施压，再把他逼上谈判桌，还是说，你又开了一个新战场，我们就加大给你的军援，让这个别尔哥罗德变成第二个库斯克，感觉继续来消耗俄罗斯？老师，你的看法？我们一定要有一点同理心啦！说良心话，我现在常常就是，如果说我自己是泽连斯基，我派的代表，我派的所有的特使，在这个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在谈判的时候就是跟这个普丁的这个特使带手咫尺之隔然后要分开谈判。那跟我谈的时候呢，就是几十分钟全部都是压迫。那跟俄罗斯的话呢，一聊就是3个半小时，甚至4个小时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呢，这个乌克兰本身就是凉了半截说一句良心话，乌克兰是个大国人家42万平方公里对不对？也是个大国，而且人家至少也跟俄罗斯抗衡抗了3年多你刚讲，首先第一个问题到了这个别尔哥罗德是在俄罗斯境内你刚刚讲说库尔斯克到别尔哥罗德是有这个147公里就是他们离乌克兰边界不远为什么要故意打进俄罗斯？就很明显就要把战事扩大。为什么要把战事扩大？普京刚好借这个机会战事扩大对不对？那普京为什么借这个机会把战事扩大呢？因为川普是傻子我们中国人都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川普一上桌就火锅里面捡了一块最烫的豆腐塞到嘴巴里，吐也吐不出来，吞也吞不下去现在卡这边，在里面看了笑话，他马上就跟着急急忙忙的，他先跟普丁打通电话然后说我们讲了90分钟，什么都讲了，普丁表现得很好我很满意我从小到大对俄罗斯的印象不是军事是会谈判的。我们从小都受到了雅尔达会议，我们叫雅尔达密约对不对？雅尔达的话呢，斯大林跑过去对着那个罗斯福他想要的都要了，那个要5毛给3块普丁就是这样子在耍，对不对然后呢，最近这次来来回回，俄罗斯要的条件非常简单，凡是在谈判桌上的，我们占据的领土一点都不会还给你。接下来的话，本来是要5周，现在要搞成8周，继续再打。好了，那这个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俄罗斯要求的条件都是对他有利。那乌克兰呢？乌克兰没有任何权利，只有把战事扩大。我坦白跟你讲，做个结论这场战事不会结束的。你这个川普这个烫豆腐吞也不是，不吞也不是，就留在那边吧。还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做梦